上世纪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一生专门研究物质，最终得出的结论实在令人震惊。他的结论是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，物质只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，所以念头才是物质的基础。这里和佛经所说的相由心生，五蕴皆空完全吻合。而神奇的是，这个结论早在2500年前佛陀早就已经说过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心源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和大家分享《心经》的人生智慧。《心经》到底说了什么呢？《心经》全称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是佛教最简练精华的一部经。《心经》的译本很多，目前流传最广的是唐玄奘的译本。经题中的般若是梵语的译音，佛教翻译有音译和意译两种方式。音译在特殊情况才会使用，就如般若一词在汉语中没有相应的概念，所以采用音译。般若是梵语的译音，我们显然无法从字面上一文解义。那般若到底是什么呢？古德为了人们理解方便，有时也译为般若为智慧。它又不同于世间的智慧，世间的智慧是有限的，是夹杂烦恼的，是有缺陷的，所以它不足以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而般若智慧则不然，它是无限的、清净的、圆满的，它能够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彻底解脱人生的烦恼。般若对我们生命的改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没有般若，人就会产生两种困扰。首先是认识上的迷惑，人活在世上总是充满着迷惑的状态下生活着，既不了解自己，也不能完整的认识世界。譬如这个我到底是谁，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，这是人生的一个大谜团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人都很关心自己的命运，那么命运又是什么呢？人生是否存在命运？假如有命运这一回事儿，那命运又是由什么力量决定的呢？再有就是因果报应，也很容易引起世人争议的问题。你说没有嘛？似乎世间万物各有因果。你说有嘛？可是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现象又无法解释。人呢，为什么活着？生存的意义又是什么？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他只是知道沿着前人约定成俗的习惯去生活，上学啊，工作啊，成家呀，生儿育女啊，升官发财呀，享受娱乐，乃至一命呜呼。人类一代又一代相同的生活方式。说到人为什么活着，其实大多数人都对此很茫然，也说不出个什么来。再有就是执着欲望带来的痛苦。佛经里描述我们这个世界叫欲界，欲界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欲字上。可以这么说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都生活在强烈的欲望之中。欲是什么呢？以致每个人都想抓取，但最终都成了抓取目标的奴隶。抓钱成了钱的奴隶，做事成了事的奴隶，教育孩子又成孩子的奴隶，渴望爱情又成了情感的奴隶，渴望地位又成了权力的奴隶，渴望尊重又成了面子的奴隶。这都是因为迷失于相中，但从相中摆脱出来的真正方法绝对不是简单的放下，而是要用般若智慧而破除。人类尚要解决由认识上的困惑和执着欲望带来的痛苦，唯有依靠般若。般若波罗蜜，波罗蜜又译为渡或到彼岸的意思。渡是渡过烦恼，渡过痛苦的生死洪流，到彼岸。这里的彼岸不是指佛国净土极乐世界，而恰恰是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。如果我们活在无明中，缺乏般若，也就是智慧，我们就会有烦恼、痛苦、苦闷、空虚等，这就是此岸。如果我们有了般若，能够正见宇宙人生，如理而行，我们就会拥有安乐幸福的人生，这就是彼岸。所以般若能把我们从此岸到彼岸。经文一开始
就说明了解脱痛苦的方法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经文大意是：观自在菩萨进入般若深观状态时，照见了五蕴皆空，了无自性，因而度脱了一切痛苦与灾难。这个观自在，菩萨就是自在的，而我们凡夫多数情况下是不自在。比如，我想让你高兴，那我就赞美你；我想让你生气，我就故意骂你，你还能自在吗？如果不能，那你的喜怒情绪等于就是让外在所控制了。说话好说，什么你要控制情绪，不能让情绪控制你，喊口号说空话都是没有用的。必须要有透彻的般若智慧以及长时间的熏修，才能渐次做到。其实修行呢，是为了离苦得乐，然而众生没有几个愿意脱离苦海的。很多人会说，人生本来就应该有苦有乐，生活才会显得丰富多彩。又说什么有苦有乐才是完美的人生，这种论调呢，乍看起来似乎有理，然而却经不起推敲。如果说人生有苦有乐是合理的话，那么我们对待痛苦的来临，应该要像迎接快乐一样欢喜踊跃。然而人类的行为呢，始终处在逃避痛苦、追逐快乐之中，很少有人刻意追求痛苦。而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不希望有痛苦的，除非自孽。其实自孽也是为了追求快乐，这是宇宙人生之运行规律。但世人不知这种规律，却追求永恒，希望身体永恒、家庭永恒、婚姻永恒、事业永恒，乃至人际关系永恒、爱情永恒。事实上，世间没有一样永恒的东西，世事无常。美好的事物往往昙花一现，转瞬即逝。由于我们的认识与世间的诸行相违背，因而具有了行苦。明白苦的意义，如何解脱苦呢？世间的方法是改善生存环境，所谓发展科技与经济，以科技发达、经济繁荣了，生存的物质环境改善了，人类就过得幸福了。可事实上，今天社会出现的问题以及人类面临的困难，可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人类没有能够抓住问题的根本所在，通过改善外在环境来解除人类痛苦，是扬汤止沸，治标不能治本的。佛法以为解脱痛苦的方法是明白了有情痛苦之现状之后，去寻求痛苦的根源。人类的痛苦固然与外在环境有关，但主要还源于有情生命的内在。从般若思想来看，人类的痛苦对这个有的存在而迷惑和执着造成的。解脱人生的痛苦，自然是对存在要有正确的认识。经曰：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是告诉我们要用般若智慧去关照五蕴。五蕴即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。蕴是集聚义，如色蕴聚集了过去色、现在色、未来色、粗色、细色等，统称为色。因为色蕴是色的总和，色在这里指物质，物质无非形状和颜色，所以佛教说的色不单指男女的色身。受是领纳意思，当我们面对顺境或逆境时所产生的感受和情绪，有苦、乐、忧、喜、舍的不同。舍呢，就是不苦不乐；想就是取向意思。我们在接触外境时，必然会摄取事物的影像，然后给它安立名称。如见到不同的人，我们开始给它安立上高矮、胖瘦、美丑。行是对事物进行判断并诉诸行动。识呢是了别意，
是精神领域的统觉作用。受、想、行、识四蕴是属于精神现象，五蕴是对世间一切生灭现象所做的简单归纳和说明，它代表着有的一切。世间对有的一切不能正确的认识，于是造成了人类烦恼及痛苦。心经的照见五蕴皆空，是针对我们对有这个错误的认识而说的。我们执有为实在，这个有就成了实在的有。然而世间一切生灭现象并非实有，而是空的。当然，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说五蕴的有并非实在性的有。因此，空是对有的实质的透视。空是破除我们对有的错误的执着，空是破除我们对有的错误的执着。它能照见五蕴皆空，人类自然能够度脱一切烦恼与痛苦。这期视频，我们对般若的重要性、对苦的实相以及对五蕴有的概念讲完了。下期视频我们开始讲我们整个身心组合三科18界的概念。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，请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期待您留言点赞。我们下期再见。